XM919，美军最新的单兵武器，继 M1A2 的 XM1147多功能炮弹，美国陆军又开发了一种单兵多功能火箭筒 XM919，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弹多用，可用于反装甲炸碉堡，也能用于人员杀伤，未来将取代 M136、M72与 M141。美军在招标时一共来了3家武器制造商，分别是通用动力、萨博与挪威的纳莫。而根据最新消息，萨博公司已经赢得竞标。那么萨博公司是如何击败通用能力与纳莫公司的？ XM919 这种多功能的火箭筒又能发挥什么作用？美国陆军目前服役的单兵武器中，除了毒刺标枪之外，还有用于反装甲碉堡以及野战工事的 M136、M72与 M141这3种单兵反武装武器的规格、重量和用途都不一样。为了确保遇到各种状况都有相对应的武器可以使用，士兵作战时一般全部都带着。很明显，这会增加后勤和士兵负载。为了减轻士兵负担，美军就开始研发一弹多用的多功能火箭弹，成果就是 XM919单兵攻击弹药。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功能。 XM919可以划分为3种炮弹：高爆、反装甲和反碉堡。无论士兵执行什么任务，都可以使用 XM919。未来将全面取代 AT4、M72和 M141。一定程度上来说，多功能的 XM919不仅能解放士兵，提高任务的成功率，还能省钱。毕竟 AT4、M72和 M141这3种弹药的后勤维护、生产线、训练方式都不一样。同时 XM919还减轻了指挥官的任务，不需要再考虑作战时携带哪种武器。按照美国陆军的想法，计划在2024年选择得标厂商，开始进行开发和测试，并在2026年开始装备。就结果来看， XM919项目的进展很顺利。2024年8月，萨博公司赢得了美国陆军 XM919的订单，合同价值4.94亿美元。问题来了，萨博公司是如何赢得合同的？在实际使用中， XM919又能发挥什么作用？美国对于 XM919的要求不算严格，一次性使用的单兵武器重量不超过9公斤，长度不超过1米，射程可以达到500米。此外 XM919还必须可以有效打击轻型装甲、土木掩体、双层钢筋混凝土、土坯和3层砖墙，这涵盖了美国陆军使用 M136、M72和 M141进行训练的所有目标。在美国陆军发布竞标之后，一共有3家厂商前来竞标，分别是萨博、通用动力以及纳莫。而在8月27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了合同公告，授予萨博公司一份价值约4.94亿美元的固定合同，用于采购 XM919单兵突击弹药。而美国选择萨博公司的原因也很简单，足够好。在 XM919单兵突击弹药的竞标中，萨博公司推出的是 AT4CS TW 型，也就是以现有的 AT4为基础，专门设计的一种改进版。只能说萨博公司已经摸透美军的脾气了。美军最爱的反装甲武器就是 AT4， 而且 AT4系列的优势 AT4CS TW 型一样拥有，比如操作简单，士兵只需要1根烟的时间就能学会发射 AT4， 而且作为一种一次性的单兵武器， AT4 都配有内置子弹，也无需维修，降低了成本，并消除了维修设备时出错的可能性。 AT4 的重量也更轻，可以进行快速部署，这也是美军喜欢 AT4 的一个因素。标枪虽然性能好，但是太重了，根本背不动。而 AT4 6.5公斤的重量，步兵班的士兵可以人手一支，随拿随用，用完就扔，并且这款 AT4 还带 CS 的后缀，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在狭窄空间内使用。相比较通用动力、纳莫的方案，美军士兵还是更熟悉萨博公司的 AT4CS TW 型。自1985年以来 ，AT4 一直是美国陆军的班级武器。到现在为止，美国大约已经购买了70万枚，还被美国特种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广泛使用。这也就意味着 AT4CS TW 型的培训基础设施以及生产线都不需要重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额外的训练时间与项目成本。当然，萨博推出的 AT4CS TW 型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比如串联战斗部以及多功能，前线士兵只需要1种弹药就可以炸毁任何目标。
萨博公司在 XM919 竞赛中推出的 AT4CS-TW 型还包含串联弹头，这种弹头主要用于击毁装甲车辆，特别是那种带有爆反装甲等附加保护装甲的车辆，这点在实战中已经被证明过。当然，串联弹头也能用于穿透其他加固目标，包括建筑物的墙壁，穿透之后仍然能在内部产生致命的杀伤力。不过 AT4CS-TW 型最重要特点还是多功能。就美国陆军近年来的举动而言，多功能算是一种发展趋势。在研发 XM919 之前，美陆军还为 M1A2 战车开发了一弹四用的 XM1147 多功能炮弹。按照功能， XM1147 可以划分为4种炮弹：穿甲、高爆、反碉堡和人员杀伤，并且不需要更换弹药。相比之下，美陆军现役的单兵反装甲武器型号就有点太多了。M136 就是 AT4， 其本身就带有很高的知名度，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的衍生产品。古斯塔夫炮可以重复装弹和重复使用，而 M136 则是一次性武器，预装一发84毫米火箭弹，发射后直接丢弃，主要作用就是反装甲。M136 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封闭空间使用。无后坐力火箭筒在发射时会产生非常大的尾烟，在建筑物内使用容易伤人。一般情况下，射手后方的15米内不能有墙或是其他结构体，否则尾烟会烧到射手或是邻兵。于是美军就在 AT4 的发射管内加了一组含盐药剂，在推进火箭点火后，该药剂会向后方喷出盐水，以减缓冲击波，使后方不会受到烧灼，从而可以在室内使用。在城市作战时，街上的每一个窗口都可能藏着武装分子的狙击手，拐角里可能藏着机枪、皮卡，甚至坦克。在室内使用，也就意味着士兵可以从隐蔽位置发射火箭弹，对抗敌军的装甲运兵车或坦克，从而提高士兵的安全性以及成功攻击的可能。M72 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军服役，也是一种单发肩扛式武器，但是口径只有63毫米，比 AT4 要小一点，主要打击轻型装甲车。最新版本的 M72 则预装了带有弹头的火箭弹，威力相对更大。而 M141 则是用于反碉堡，被称为掩体摧毁弹药。20世纪90年代末问世，原型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K153。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国陆军向陆战队借了150个发射器和5000枚火箭弹。在此期间，美国陆军觉得 MK153 好用，便以此为基础开发了 M141，主要用来对付战场工事、轻型装甲车辆和其他目标。在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军就曾使用 M141打塌洞穴入口。如果问 XM919与 M136、M72、M141的区别，火力军只能说打击方式基本一样，肩扛式火箭筒单兵携带，但打击效率不同。具体来说，就是多用途与专用的区别。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 M136、M72与 M141这3种单兵反装甲武器的规格、用途都不一样。想要在不延误战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最好的选择就是全带上。只是这样做的话，步兵的负载就太大了。如果不想全带上，又不想贻误战机，那就只有一个选择：通过技术的创新来减轻士兵的负担，并提高作战效率。就比如 XM1147多功能炮弹，一弹4用，可以为前线的士兵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也是多用途武器和专用武器的区别。多用途武器与专用武器主要是射击目的、功能多样性、使用环境以及特定要求有区别。一般情况下，多用途武器可以满足前线士兵的各种需求。如果是直升机，只要拥有较宽的机身和机舱，就可以执行运输、救援、打击以及侦察等任务。而专用武器则是用于执行特定任务，就比如直升机中的武装直升机，设计特点就是串列式座舱和窄扁机身，以及采用后3点式起落架。这些都是为了提高飞行机动速度，降低被击中的概率，以保护成员安全，并自带武器。一般情况下，专用武器的性能要比同级别的多用途武器更高，毕竟多用途武器注重多功能性和适应性，而专用武器则专注于特定任务的高效完成、更优化的设计和更高的性能，以满足特定的作战需求。当然，这并非绝对，就比如 F-16就可以算作多用途武器。而俄罗斯的米格29、苏27则是专用武器。苏制武器和俄制武器的特点就是专机专用，与之相比 F-16的性能也不差。这是放在 XM919与 AT4、M72、M141身上也是如此。作为美国最新的单兵作战武器，火力军不敢保证 XM919的性能是以上3者的几倍，但至少比之前的装备更强。串联弹头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多用途的武器会更受欢迎。就比如俄罗斯为什么一直强调武器就是消耗品，因为它只能这样做。如果追求极致的高性能，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价格更贵。加上不同武器之间的后勤，俄罗斯无法接受。
F16则不同。相比之下 ，AT4、M72 和 M141这3种弹药的后勤维护、生产线、训练方式都不一样，而 XM919可以适用于任何作战目标，后勤生产也完全不用担心谁会不喜欢呢？总的来说，对于步兵而言 ，XM919的诞生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后期作战的话，只需要带一款肩扛式反装甲火箭筒就行了。虽然像 AT4 这样的武器也有多用途能力，但是需要换里面的内置火箭弹，作战效率不行。反观 XM919一炮走天下，作战效率更高，威力也更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XM919还有什么用途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